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Benoit Mandelbrot 和 Richard Hudson 的市场的错误行为、风险、破产与收益的分型观点。Benoit Mandelbrot 并非传统的华尔街分析师或经济学家，而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更是分形几何 Fractal Geometry 的创始人。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自然界不规则形状的研究中，从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到天空中变幻莫测的云朵。而当他将这把全新的研究工具转向金融市场的价格图表时，却发现了被主流金融学界长期忽视的真相。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反思意义的著作，它系统地反思了当代金融分析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投资界一直将有效市场假说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作为分析的前提。这些传统模型习惯性的假设价格波动遵循随机游走，并且市场的风险呈现出正态分布或者说中型曲线。然而 Mandelbrot 通过大量历史数据证明，这些建立在温和的随机性 mild randomness 之上的理论简化了复杂的现实，偏离了真实市场的运作方式。真实的金融市场并非温和平滑，而是充满了非连续性跳跃与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野蛮随机性 wild randomness。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传统的风险管理工具在金融危机面前总是屡屡失效的原因。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这座传统的金融大厦是如何倾覆的。要理解真实的金融市场，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支撑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金融学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些看似严密的假设之上，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随机游走 random walk。 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当时的学者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就像抛硬币一样，如果你抛出一枚绝对均匀的硬币，正面朝上意味着价格上涨，反面朝上意味着价格下跌。每一次抛掷的结果都与上一次毫无关系，价格的轨迹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随机过程。当无数次独立的随机事件累加在一起时，就会在统计学上呈现出一种著名的形态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也被称为中型曲线 bell curve。 在中型曲线的描绘下，绝大多数的数据都会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偏离平均值越远的极端数据发生的概率就会以指数级的速度断崖式下降。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符合这种分布的例子，比如成年人的身高。如果你走到大街上，你会发现大多数人的身高都在平均线上下浮动。遇到一个比平均身高高出 20% 的人已经很罕见，而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找到一个身高是平均值3倍的人，在生物学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传统金融学正是将这种现象平移到了价格波动上，认为市场受控于温和的随机性 mild randomness。 在这种温和的世界里，价格总是围绕着基本面进行平滑的连续的波动。基于这种假设，有效市场假说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应运而生。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中型曲线开发出了复杂的期权定价模型和风险价值系统。在这些模型的推导下，市场被描绘成一台精密且可预测的机器，小幅度的涨跌是常态，而导致倾家荡产的极端风暴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完美的数学模型给投资界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安全感，仿佛一切风险都可以被精确计算并加以对冲。然而，这种将金融市场等同于抛硬币游戏的假设，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实的运行轨迹。现实中的金融市场一次次无情地击碎了这种基于温和随机性的美好幻想。如果中型曲线真的能准确描述市场，那么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应该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一样遥不可及。然而，历史的记录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20世纪90年代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的兴衰，成为了传统金融模型失效的经典案例。
这家公司汇聚了华尔街顶级的交易员，甚至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构建了当时很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正是严格建立在正态分布和市场波动具有连续性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海量的历史数据，他们确信各种金融资产之间的价格关联性是稳定且温和的。在他们看来，那些足以导致公司破产的极端偏离事件，在概率上需要几十亿年才会发生一次。基于这种对风险的高度自信，他们动用了高达数十倍的惊人杠杆，在全球市场上进行套利交易。然而，在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国内债务，这一局部事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在恐慌的蔓延下，原本毫不相关的不同市场同时出现了剧烈的断崖式下跌。这种在传统模型中被判定为几十亿年一遇的极端风暴，在现实中却真实地降临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完美模型在野蛮的现实面前瞬间崩溃，不仅自身在短短几周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并非孤立。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在没有任何明显宏观利空的情况下，单日暴跌超过 29%。 如果按照中型曲线的概率分布来计算，发生这种幅度暴跌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便从宇宙诞生之初每天都进行交易，也几乎不可能遇到。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件证明，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根本不是抛硬币那样简单。那些被传统理论视作统计学异常值的黑天鹅事件，在真实的交易大厅里却频繁登场，成为了主导市场走向的真正力量。为什么拥有聪明大脑和复杂算法的华尔街会一次又一次地在危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根本原因在于，旧的金融范式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盲区，它错把毁灭性的海啸当成了湖面上的微风。如果用温和的随机性来模拟真实的金融市场，就如同工程师在没有空气阻力的真空环境里设计飞机，图纸上的数据再完美，一旦飞入现实中充满气流和湍流的天空，机翼就会在风暴中瞬间折断。通过对长周期历史数据的详尽分析，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变得清晰可见。如果对1916年到2003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的每日价格波动进行追踪分析，就会发现传统理论的预测错得离谱。在这长达87年的时间跨度里，如果市场真的服从正态分布，那么单日价格波动超过 3.4% 的交易日，理论上应该只有58天。但实际的历史数据却显示，这样的大幅波动足足发生了1001天。当波动的幅度进一步扩大时，传统模型的失效就更加惊人。理论预测单日波动超过 4.5% 的情况，在这80多年里只会出现6次，而实际上这样的日子多达366天。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单日跌幅超过 7% 的极端行情，在传统的数学模型中被认为大约需要30万年才会出现一次，但在20世纪的股票市场上，这种级别的暴跌却发生了数十次。这并不是简单的统计误差，而是模型从根源上对市场本质的误判。传统金融学严重低估了风险，系统性的错误定价了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并赋予了投资者虚假的安全感。面对这些无法用中型曲线解释的狂风暴雨，我们需要放下对平滑和温和的执念。金融市场并非一台运转良好的机械钟表，而是一个充满不规则和狂暴能量的复杂系统。要看清这片迷雾背后的真相，我们就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新测量那些被传统理论所抛弃的粗糙边缘。既然传统的理论显微镜无法看清市场的真实面貌，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测量工具。这个工具的灵感
并非来自华尔街的交易大厅，而是来自对自然界复杂形态的观察。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粗糙、不规则的形状，比如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参天大树的枝桠，或者是天空中变幻莫测的云朵。为了描述这些传统欧几里得几何无法测量的形态，分形几何 （fractal geometry） 应运而生。分形几何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自相似性 （self-similarity）。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花椰菜为例，仔细观察一颗花椰菜，把它的一小朵掰下来，这小朵的结构和整颗花椰菜的形状几乎一模一样。如果继续从这小朵上再掰下更小的一块，它的结构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态。这种局部与整体在形态上惊人一致的现象，就是自相似性。自然界中的诸多事物，在不同的放大倍数下，都展现出了跨越尺度的结构同一性。当我们将这种观察自然界的视角转向金融市场时，图表背后隐藏的秩序开始浮出水面。1960年，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Hendrik Hochhacker 收集了大量的棉花价格数据，其中包括纽约棉花交易所 New York Cotton Exchange 从1900年开始的每日价格记录，以及追溯到1880年的每月价格记录。这是一份庞大且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档案。然而，当运用分形的视角对这些跨越几十年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时，一个颠覆性的现象出现了。不论是经历了一战、大萧条，还是二战的动荡，也不论是每日的微小波动，还是每月的宏观趋势，棉花价格变化的概率分布曲线竟然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意味着短期价格波动的模式与长期价格波动的模式在统计结构上是高度一致的。在金融图表上，一天的 K 线走势、一周的 K 线走势与一年的 K 线走势呈现出了如同花椰菜一般的自相似性。如果拿出一张价格走势图，刻意隐去横轴的时间刻度和纵轴的价格刻度，单凭肉眼根本无法分辨这张图表记录的是5分钟内的激烈交易，还是长达5年的历史变迁。宏观的长期市场与微观的短期市场受控于同一种不规则的几何形态。这种跨越时间尺度的形态一致性，证明了市场并非是由一连串毫无关联的随机事件拼凑而成。图表上那些看似混乱的剧烈波动和锯齿状的边缘，实际上遵循着分形几何的严密结构。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市场图表的认知方式，将价格波动从单纯的数字跳动还原成了一种具有深层几何规律的自然现象。分形几何揭示了市场在形态上的自相似性，而这种形态背后隐藏着一种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概率分布规律。在早期的金融模型中，市场被假设处于一种温和的随机性之中。我们可以用人类的身高来理解这种温和状态。如果随机抽取1000个人的身高进行统计，绝大多数人的身高都会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偏离平均值的数据会非常稀少。在这个温和的世界里，单一的个体无法对整体的平均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哪怕是在人群中加入世界上最高的人，总体平均身高的变化也微乎其微。真实的金融体系以及财富的分配规律并不服从这种温和的规则，而是受控于野蛮随机性。100多年前，经济学家 Wilfredo Pareto 在研究财富分配时发现，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财富总是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法则，也就是常说的28定律。在财富的分布中，最富有的那一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可能等同于底层数百万人的总和。在这种野蛮的体系下，一个极端的个体就足以撼动并决定整个系统的平均状态和最终走向。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野蛮随机性。在传统的统计学中型曲线两端，概率会迅速下降，趋近于0。但在野蛮随机性的支配下，价格变动的概率分布呈现出了显著的肥尾效应
factiles。所谓的肥尾，意味着代表极端价格波动的曲线尾部，并没有像理论预期的那样迅速收敛消失，而是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厚度和概率。肥尾效应的现实意义在于，那些创造巨大财富或者导致毁灭性破产的极端行情发生的频率被传统模型严重低估了。如果在温和的随机性下，单日股市暴跌 10% 被视为几千年一遇的罕见事件，那么在存在肥尾效应的真实市场中，这种级别的暴跌可能每隔10年甚至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市场中绝大部分的风险和收益并不来源于那些日常的围绕平均值的平滑波动，而是来源于这些隐藏在肥尾之中的极端跳跃。传统的金融工具由于忽视了肥尾的存在，在面对这些高频发生的极端风暴时，自然也就失去了防御能力。如果继续用测量升高的温和尺子去衡量市场的财富波动，最终必然会在尾部的野蛮风暴中遭受重创。在明确了市场具有野蛮随机性和肥尾效应之后，还需要直面就金融范式的另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对价格变动连续性的错误假设。无论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还是被广泛应用于期权定价的模型，在进行数学推导时，都依赖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资产价格的变化是一条平滑连续的轨迹。在这些模型的构想中，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从50美元下跌到40美元，它必须依次经过49美元、48美元以及其间的每一个细小价位。现实中的交易大厅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爆裂场景。真实的市场并不总是给参与者提供平滑过渡的机会，价格经常会发生非连续性跳跃 discontinuous jumps。 在平静的交易日里，资产价格确实会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进行相对连续的撮合。但是当重大的宏观数据公布，突发的利空消息传出，或者市场情绪陷入恐慌时，流动性会瞬间枯竭。在这个时候，价格的移动不再是滑移，而是直接从一个点位断崖式的跌落，或者跳空高开到另一个遥远的点位。这种瞬间的跳跃或断层在图表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缺口。比如在周末休市期间发生了重大地缘政治事件，股票在周五的收盘价是50美元，到了周一开盘时，第一笔成交价可能直接就是40美元。在这10美元的巨大区间内，没有任何一笔交易发生，就有模型所假设的平滑过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直接抹去。价格的非连续性跳跃构成了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也是导致许多基础风险管理工具失效的根本原因。许多参与者习惯于使用止损单来控制下行风险，他们认为在48美元设置一个止损位，就可以将最大亏损锁定在2美元之内。这种策略在价格连续变动的前提下是有效的，但是面对真实的金融湍流和断崖式的跳跃下跌，止损单形同虚设。当开盘价直接跳空至40美元时，系统只能以这个远低于预期的市价来执行抛售指令，遭受的损失将远远超出原先设定的安全边界。分型的视角明确指出，这种瞬间的断层并不是可以被忽略的统计异常，而是市场野蛮本质的常态表现。如果拒绝承认价格运行轨迹中的非连续性，依然幻想所有的波动都如同水流般平缓连续，那么任何建立在这种虚假前提上的投资策略，在面临真正的风暴时都将变得不堪一击。在探讨了价格空间上的野蛮跳跃之后，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另一个常常被传统金融学忽视的重要维度——时间与历史。传统金融学的一个核心基石是，市场是一个没有记忆的系统。按照随机游走的理论，明天的资产价格变动完全独立于今天的价格变动。这种理论认为，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对未来的预测都如同抛掷一枚全新的硬币，历史数据在预测未来时毫无价值。然而，通过分形视角的审视，
真实的金融市场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市场的过去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着未来的轨迹。这种现象被称为长记忆性 （long-term memory）， 或者用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词汇来描述：约瑟夫效应 （Joseph Effect）。这个命名源自圣经中约瑟夫为法老解梦的故事。7头肥牛与7头瘦牛，预示着埃及将迎来7个丰年，随后是7个荒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趋势往往具有一种持续和蔓延的惯性。为了量化这种长记忆性，我们可以参考一位名叫 Hearst 的英国水文学家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 Hearst 被派往埃及，任务是研究尼罗河 Nile River 的洪水规律，以便为修建大型水坝提供数据支持。按照传统的统计学假设，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流量应该是随机且独立的。但 Hearst 在分析了长达800多年的尼罗河水位记录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尼罗河的洪水并没有呈现出简单的随机分布。相反，如果某一年发生了大洪水，那么接下来的一年发生大洪水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同样，干旱的年份也倾向于成群结队的出现。水流的枯水期和丰水期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性，系统似乎记住了过去的极端状态。Hearst 据此发明了一个数学指标来衡量这种记忆的强度。当金融数据被带入这种分析方法时，图表上立刻显现出了类似尼罗河洪水的记忆特征。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外汇市场，价格的波动并不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事件。一次重大的经济冲击或突发的情绪恐慌，其影响并不会在第二天就烟消云散，而是会在系统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些历史的痕迹会通过市场的反馈机制，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持续发酵。长记忆性的存在推翻了市场完全健忘的经典假设，证明了在金融湍流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市场的长记忆性在现实交易中最直接也最令投资者生畏的表现，就是波动聚集性 volatility clustering。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祸不单行来形容一连串倒霉事件的接踵而至，而真实的金融市场也经常应验这个成语背后的规律。如果市场真的是一台遵循正态分布规律运转的温和机器，那么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应该像湖面上的偶然涟漪一样，是独立且均匀散布在漫长时间线上的。理论上，今天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暴跌，明天市场就应该恢复到那种平滑且微小的随机游走状态。但实际的市场走势却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分簇特征。大波动往往倾向于紧紧跟随着大波动，而小波动则倾向于跟随着小波动。当我们观察那些跨越数十年的股指历史图表时，会发现市场的状态并不是均匀混合的，它们总是交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有时是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风平浪静，价格每天都在非常狭窄的区间内来回摩擦，而一旦这种平静被打破，市场就会迅速进入一个剧烈的动荡期。在这个阶段，单日涨跌幅超过 3% 甚至 5% 的极端行情会频繁出现。这种狂暴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直到系统的能量被充分释放，市场才会再次陷入漫长的沉寂。波动聚集性的存在意味着金融风暴从来都不是孤立降临的，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扫荡交易大厅。当危机爆发时，传统的风险对冲工具往往会因为预期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严重脱节而瞬间失效。系统性风险的蔓延会通过长记忆性在市场参与者中不断反射和放大，导致恐慌情绪在短期内急剧飙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历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中，一旦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连续不断的暴跌和跳空缺口。认识到波动聚集性的存在，是建立现代风险防范意识的重要前提。
随着对价格跳跃、长记忆性以及波动聚集性的深入探究，我们最终触及了分形金融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市场时间的相对性。在人类的日常感知中，时间是由钟表上均匀滴答作响的秒针来定义的。这种物理时间是绝对的、线性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永远以恒定的速度向前流逝。传统金融模型正是将这种匀速的物理时间直接套用在价格图表的时间轴上。然而，真实的金融市场并不遵循手表的机械节奏，市场拥有自己内在的时间尺度。这种市场时间是弹性的，它可以被高度压缩，也可以被无限拉伸。在市场交投清淡、缺乏宏观消息刺激的日子里，价格可能在连续几个星期内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移动。从物理时间来看，几百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但从市场自身的活力来看，时间仿佛陷入了停滞，系统的状态几乎被完全拉伸和静止了。相反，当突发的危机降临或者重大利好公布时，交易量会瞬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在短短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价格可能跨越了过去几个月都无法企及的巨大空间。在这非常短暂的物理时间里，市场时间被剧烈地压缩了，它以一种疯狂的加速度在运转。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并不是随着时钟的滴答声均匀展开的，而是随着交易活动的强度和信息的密集程度而发生收缩或膨胀。这种市场时间的扭曲揭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投资真相：一波行情中绝大部分的收益或者亏损，往往高度浓缩在极少部分的市场时间片段里。如果错过了那些时间被高度压缩、价格发生剧烈跳跃的关键几天，投资者可能就会错失整个年度的绝大部分回报。相反，如果在那些狂风暴雨的短暂瞬间未能及时抽身，所遭受的打击也将是巨大且难以挽回的。到这里，传统金融学的温和平滑世界已经被基本改写。真实的金融市场是一片充满了野蛮随机性、价格断层和长记忆性的复杂湍流。它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对精确预测和完美连续性的虚幻追求，转而接受风险的不规则本质。只有学会用分形的目光去测量这片充满未知的海域，交易者才能在这场充满错觉的财富博弈中寻找到生存的锚点。市场的错误行为、风险、破产与收益的分形观点是一本颠覆传统金融认知的觉醒之作。长久以来，传统金融理论为了数学计算上的优美，用温和的中型曲线为投资者编织了一个安全可控的幻境。然而，真实的金融市场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借助分形几何的视角，这本著作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价格图表背后的真相。真实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受控于野蛮随机性、充满非连续性跳跃以及具有长记忆性的复杂系统。但正如航海家只有了解了海洋的真实狂暴才能安全远航一样，承认市场的野蛮本质，放弃对平滑曲线的迷信，恰恰是每一位参与者在金融湍流中生存下来的第一步。当我们用分形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跨越时间尺度的波动时，那些令人恐惧的暴涨暴跌就不再是统计学上可以忽略的异常值，而是市场原本就拥有的真实心跳。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